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演技封神，完美诠释真情人，观众泪目。烈日下收废品的高月香油发汗衫，为女儿耳蜗铤而走险。赵丽颖眼中母爱冲破屏幕，这日子咋这么难？灰色高墙下，向阳花照亮铁窗内被生活碾碎的女人们，情人的美带着泥土，却倔强向阳。冯小刚撕开现实，他们不是天生恶人，只是漏雨的防偏逢连夜雨。小长假档期多部影片扎堆上映。清明节期间，电影院那可真是热闹非凡啊，就像打仗一样。虽然只是个小长假，但有7部电影扎堆上映。张艺兴这次完全变了样，在电影里演一个不怎么说话的父亲，还挑战了一个听障的角色。他用很安静的方式来表达对女儿的爱，全程都没掉一滴眼泪，就靠微微撅着的嘴，就把观众给看哭了。小鲜肉张艺兴的新电影要转型，大家还以为张艺兴就是那个小鲜肉偶像呢，其实人家早就悄悄开始转型了。他的新电影《不说话的爱》说不定能帮他再改变一下大家对他的看法。还有那部由蒋奇明和肖央主演的电影《阳光照耀青春》里，这次又把镜头对准了精神病院。你说啊，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，该怎么证明自己没事啊？这里面有个病友演得特别带劲儿，这种小众题材的电影，说不定还能吸引不少观众呢。向阳花领跑清明档，不过嘛，说到清明节档期的顶流电影，那肯定就是向阳花啦。冯小刚导演出手，赵丽颖带着一帮女演员在片子里玩边缘犯罪，光是听着就让人超级期待。赵丽颖演的向阳花很惊艳，赵丽颖在电影里演的那个情人的形象，真是让我连着惊艳了好几次。冯小刚导演果然没让人失望，选剧本的眼光就是厉害。这部电影叫《向阳花》，是根据一本真实记录的书教改往事改编的。那个书的作者崇安，以前因为在里面被教改了好几年，后来他出来后，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本书，讲的是高墙里那些犯过错的女人们的日常生活。这本书的评分还挺高的，有 8.0 分呢。被生活逼到绝路的女人，这些女人啊，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就是各有各的遭遇，最后被逼到了绝路上。你看赵丽颖演的那个女犯人高月香，走路都走不稳当，就这么晃晃悠悠地闯进了大家的眼里。烈日下辛苦收废品的妇女，在那火辣辣的太阳底下，她戴着一顶草帽，这帽子边上还有点破，磨坏了的地方呢。肩膀上搭着条毛巾，看起来可不怎么干净，短袖短裤的打扮，手上还套着手套，就这么费劲地站着，在这热死人的天儿里头，努力地去收废品。他干的每个动作都特别费力，看着可真不容易。赵丽颖演收废品的为何被吐槽？很多人都说赵丽颖演的不像个专业的收废品的，这倒是真的。她拉车的样子确实不太对劲。不过嘛，她演的那个高月香本来也不是专业的收废品的啊，她演的就是一个努力想要赚钱的普通人，因为对这种工作既不熟悉也不熟练，所以才显得特别吃力。这种真实感反而让这个角色更接地气了。农村妹卖肾为女买耳蜗，高月香才28岁，是个农村姑娘，学历不太高，就因为想给自己的女儿买个20万的人工耳蜗，结果走上了歪路，干了些不该干的事儿。情人就没资格美吗？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，真是漂漂亮亮的，正当年纪呢。就算没怎么打扮，也能看得出是个有姿色的人，谁说情人就不能美啦？不过嘛，你仔细看看她穿的衣服，那衣服啊，确实有点土。那些碎花图案本来应该挺有田园风情的，可现在看起来有点老气，甚至有点过时了。她不修边幅的样子，她那一头头发没好好打理，油乎乎的，一点都不亮泽，皮肤也不太白净，可能是老被风吹日晒，
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，没顾得上好好保养。可怜的女人，为省钱住破屋。从头到脚的气场都透露着一个信息：高月香的日子过得特别不容易，她是真的穷。为了省下每一分钱，哪怕挣得不容易，她宁愿住在火车站旁边那间没人愿意租的小破屋。这房子烂得让人难以置信，简直就像个随时可能塌掉的危房。窗户的边框都烂得不行了，感觉一阵大风就能把它吹跑。再看看赵丽颖的表演，她完全没有那种自卑或者胆怯的感觉，有的只是勇往直前的劲头。作为母亲真的太坚强了，为了孩子，她在泥地里打滚都愿意。为了挣钱，她就跑到宾馆里去打扫卫生，反反复复地收拾那些房间。晚上呢，又去夜市或者酒吧卖酒，还得打扮得特别漂亮，花哨的。赵丽颖抱怨赚钱太难。哎呀，怎么就是赚不够20万呢？赚钱咋就这么难啊？赵丽颖忍不住小声嘟囔着，说着说着就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感觉浑身的劲儿都被抽空了一样。她的头发油乎乎的，衣服上全是汗，脸上也蹭得脏兮兮的，满是灰尘和疲惫。你不知道咱们赚钱有多累吧？双引号，落魄女子天桥下叹生活艰难。这一刻的她啊，真是狼狈得很，头发都乱糟糟的，完全没顾得上收拾自己。她就这么无助地靠着天桥下面的那个洞洞，眼睛里空荡荡的，也不知道在想啥，最后还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一脸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这日子咋这么难呢？”双引号，赵丽颖眼含母爱，目光温柔坚定。不过，到了下一幕，赵丽颖的眼神又变了。她看到自己的女儿时，之前看起来没什么神采的眼睛突然变得特别温柔，就像有股暖流在里面轻轻流淌一样，还透出一股子坚定劲儿。那眼神里的母爱啊，可太强烈了，感觉都能冲破屏幕传到你心里去。电影《向阳花》，铁窗内的重生机会。高月香因为干了坏事，结果就被抓进去了。整部电影《向阳花》讲的就是那些在监狱里的女人的故事。有的女人被家里人欺负得太惨了，就反抗把老公给弄死了；有的女人被继父虐待得浑身都是烟头烫的疤，最后也反抗了。这些在铁窗里面的女人们，其实也是需要机会重新开始生活的。灰色的大墙下面有阳光照进来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叫《向阳花》的缘故啦。别把普通人拍得太完美。现在好多电影和国产剧啊，都不太拍这种有缺点的普通人了。以前那些人呢，就挺爱钱的，为了钱啥都干得出来，有时候甚至有点过头。但其实啊，这样的人才是生活中最多的，这才是大伙的真实样子。冯小刚新片直面穷人苦难。冯小刚这次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路子上，没躲着不拍人物那些不太好的地方。他拍出了穷人有多苦多难，就像房子本来就漏水了，偏偏又赶上连着下雨，一个麻烦接一个麻烦，而且越来越难熬。这一次，追剧的观众又次次被这位优秀女演员的精巧表现所震撼。在新作中，这次不再是高光闪耀的女主角，也不是珍珠精致的食指上品味十足的新天后，而是一个实脱脱的处于社会底层，为生活而饥饿摩擦的小人物。这样的角色不光是对她演技的一次大考验，更是对观众内心感性的一次激搏。在该角色中，她完全消逝了星光，不再是美丽的女神，而是每天为了生活粘渣上班的普通拖沓。他们不会在网上流体，也没有惊艳一眼的上班造型，只有一口一口粘着也要饥不过2的食物，只有为了尽量省钱而选择坐公交车而不是地铁的生活习惯，只有视频里不愿显得太花恋的开水与罐头饭。这样的小人物即使在演员群众中，也很少被真正的完全规律化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广泛于商业充斥。心酸及真正胶片的考验总是软化成一种成熟且有金光的心灵市场。但这一次，他真的拿出了实力。精彩之处不在于做剧夸张，而在于那一个眼神，
在于每次碰其那不动声焰的哀伤，在于进了家门就连慢慢脱下鞋都是痛苦的情绪沉沦。有些观众表示，从未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她，她似乎不再是女神，而是真正气息十足的女人。更有人称，她不是在演，她就是这个角色本为。对演员而言，这是一种自我的突破，也是一种对事业的致敬。他们在用自己的实力告诉大家，演员的任务不仅仅是成为花仙漂亮的老大，而是可以制造更多真实感人的故事。尽管如此，这部作品仍然没有逃离论坛热辩的呼声。王一博在线放电，抛媚眼却无人接招。王一博线下活动一个不经意的眨眼，被镜头捕捉成抛媚眼给瞎子看，网友脑洞大开，眼神儿不好使。开车慢半拍，这背后是明星与粉丝互动的悄然转变，从高高在上到真实接地气，敢开玩笑，玩梗不断。业务能力与亲和力双在线，让每一次翻车都成为拉近距离的契机。王一博这小伙子最近又因为一个眨眼上了热搜，可不是舞台上那种精心设计的 wink， 而是在线下活动跟粉丝互动时随手那么一眨，结果好巧不巧没眨给正主看，让镜头逮个正着。网友们一看乐了，嘿，这不抛媚眼给瞎子看吗？这事儿说起来也好笑，当时那场面轻松自在，跟老友聚会似的。王一博心情也不错，跟大伙儿说说笑笑，一个不留神眨了眨眼。本来嘛，帅哥眨眼迷到一片不在话下，但这回媚眼抛给了空气，没对上焦。这下可好，网友们脑洞大开，各种解读。有人说王一博这是眼神儿不太好使，也有人调侃他这是走神儿了，还有人拿他开车说事儿，说他开车慢，就像这眨眼慢半拍。要说这届网友也真是人才，硬是把个小事儿整成了个段子。不过这也说明王一博跟粉丝之间关系处得不错。搁以前，明星高高在上，粉丝只能远观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明星也接地气，粉丝也能跟偶像开玩笑。王一博这孩子一直挺会跟粉丝互动，微博上经常分享日常，回复评论，偶尔还跟粉丝玩游戏。一来二去，关系自然亲近，粉丝也就更愿意跟他开玩笑，拿他打趣。当然，王一博有人气，不光靠亲和，业务能力也得过硬。唱歌跳舞演戏样样不落，唱起歌来嗓音独特，舞台表现力十足，演起戏来各种角色都能 hold 住，演技也在不断进步。跳舞就更不用说了，街舞出身，基本功扎实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能在娱乐圈站稳脚跟，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。王一博这孩子肯努力，有天赋，再加上跟粉丝关系好，人气自然高。说回这眨眼事件，其实就是个小插曲，但也能看出一些门道。现在这粉丝文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粉丝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追星，更希望跟偶像有更深层次的互动，看到偶像更真实的一面。王一博跟粉丝的相处模式就挺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。这事儿也提醒我们，网络时代一点小事儿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所以网上冲浪还得谨慎，别随便跟风，更别恶意揣测。说到底，王一博这眨眼就是个轻松的瞬间，大家乐啊乐呵就得了。至于其他解读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眨个眼也能上热搜，这大概就是明星的魅力吧。王一博的一个媚眼又让全网炸了锅。这次他不是对戏里的女主角抛媚眼，也不是在舞台上深情对视，而是空气放电，引得粉丝直呼这是什么绝世可爱行为。双引号。事情的起因是王一博在某次活动现场，不知是习惯性的小动作，还是内心有某种情绪流露，他突然轻轻的抬眉，侧头，然后微微眯起眼睛，似乎是在对着空气抛媚眼。
这个瞬间被高清镜头精准捕捉，迅速传遍全网。有粉丝调侃，空气都能被王一博电到，那我们呢？也有人开玩笑，是不是导演安排的隐藏戏份，空气才是隐藏的女主角？当然，也有事业粉冷静分析，王一博的微表情管理太强了，这个小细节说明他已经把舞台上的状态融入到了日常。双引号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因为一个微小的动作掀起热议。作为顶级流量艺人，他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动作都可能成为话题。无论是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对粉丝 wink， 还是在镜头前不经意的撩拨，他总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制造出最炸裂的效果。从表面看，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动作，但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？这背后其实是王一博长期以来在荧幕上的积累。他的眼神戏一直是粉丝津津乐道的话题，既能演绎冷酷无情的高手，也能化身温柔深情的少年。每一次眼神的变化，都是角色的情绪传递。除此之外，王一博的个人魅力也是让这一瞬间成为热点的关键。他的性格向来低调克制，但在舞台上、镜头前，他的魅力却能瞬间爆发。正是这种反差，让他的粉丝不断沉迷，也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焦点。娱乐圈里，很多艺人都刻意制造电力瞬间，但王一博的魅力在于他毫不刻意，甚至很多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，直到粉丝把那些美好瞬间截出来，才意识到自己的电力超标。当然，也有部分网友觉得这类讨论过度解读，认为抛媚眼不过是个普通的表情，并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。但无可否认的是，作为一名公众人物，王一博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放大，无论是舞台上的每一次回眸，还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眼神，都会成为粉丝关注的焦点。而从粉丝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愿意关注这些细节，其实也是一种对偶像的喜爱和支持。这种空气放电的小趣事，也正是饭圈文化中的一部分，拉近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。无论如何，王一博这次对空气抛媚眼的行为，哪怕只是无心之举，依然再次证明了他在粉丝心中的影响力。或许下一次，他还会因为一个无意的表情，一个轻微的动作，再次登上热搜，引发新一轮的热议。对于粉丝来说，每一个这样的瞬间，都是他们热爱王一博的又一个理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